各位观众，今天再来开一台搭载 Intel Lunar Lake 处理器的笔电。没错，就是那个效能很好，同时能耗表现也很好，让你可以追 Netflix 追到睡着都还有电的 Intel Quadra 第2代 200V 系列的处理器。Intel 这系列的处理器不只是采用全新架构、全新制程，也完全翻新了 GPU 和 NPU， 完全大改款的一代。最重要的是，它还是台积电做的哦。某种程度上 ，Intel 这几颗处理器大概可以说是且买且珍惜。如果你就是在找一台效能不错，同时续航还够好的 Windows 轻薄笔电，那今年到此时此刻为止，还是优先选 Intel Quadra 系列，然后任命尾数4码，2开头 V 结尾就对了。不过台湾市场目前搭载 200V 系列的笔电还是有些稀有，在开完 ZenBook S14 之后，看来看去，最终决定借一台特别的机器来开。没错，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来自华硕商用系列的 ASUS ExpertBook P5。嗨，欢迎回来，我是驴子。没想到吧，居然连商用笔电也吹起了 AI 笔电风，并且华硕这次也加入了商务相关的独家 AI 软体，在外观上也迎来了改变。不止如此，我觉得每年还是该来看一下商用笔电这个类别发生了什么事情。毕竟商用的设计思路、优先级都跟常规消费性笔电不同。那究竟今年的 ExpertBook P5 实际表现如何？我们就详细帮大家来测一测。准备好，那我们就开始喽。节目的一开始，先来补充一下背景资讯。华硕的商用笔电系列叫做 ExpertBook， 这个大家都知道。而其中 P 系列最近扮演的角色，我自己看下来是比较偏向商务取向、轻度创作，主打 AI 的商用笔电。目前我看到 P 系列比较常出现的场景，就是中小企业、会计事务所或是银行都蛮常看到的。前阵子在金融业的朋友公发的笔电就是 ExpertBook 的 P 系列，这样大家应该能够比较想象适用的场景了。那如果你们公司采购的就是 200V 系列的产品，那不只是现在好用，汰换退役的时候也有福啦。不过我觉得你们更想知道的是，那一般人买得到吗？可以。华硕的商用系列也是开放零售的，在官网就能买得到。所以如果是小公司、工作室，或是单纯喜欢完全工作取向的设计逻辑，一台也是可以入手的，没有严苛的采购限制。好，前情提要结束。接下来，首先我们先从外观设计看起，但是我不废话，讲重点就好。这次 ExpertBook P5 在外观设计上 ，A 面采用整片的铝合金金属双盖，雾面机身有一定的抗污、抗指纹效果。搭配上金属法丝纹名牌设计，再印上蓝色的箭头点缀，足够活力。但低调的蓝灰配色又不会显得过于花俏。总结5个字：大大方方、简约利落，上得了重要会议，下得了星巴克跟客户签约。不过，身为商用笔电，外行先看外观，但各位来看影片的朋友，个个都是内行，肯定要来看门道。商用的门道，那一定是要拆开来看结构设计，这也是商用笔电跟一般消费笔电最大的差别。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第一面底盖的背面，全部加上加固设计，避免你放在背包里受到挤压，造成底盖有挤坏主板的可能。小细节 ，ExpertBook P5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华硕在底盖中心没有上螺丝，而是采用了金属扣点，让低盖在维持强度的同时，还可以稳定扣住机身。如此一来，就可以做到地面的8颗螺丝统一规格，也不用靠矽胶垫去藏螺丝。对于用户 DIY 日后扩充的需求来说，会更加友善方便。接着看到内部，主板和 L 小板都采用了成本更高但也更稳定的 BTB 座，两端也都上了螺丝，没有掉落的可能。然后在转轴以及 L 接孔上，包括所有的 USB、HDMI 等，全部都有加固设计。甚至在电池排线和 WiFi 天线，华硕都贴上了透明塑胶片，整体该有的结构细节都有顾到。这种多重加固的设计，通常也是商用机种的特殊领域，在硬体上会更加稳固耐用。同时 ，ExpertBook P5 也通过了21项 MIL STD810H 的美国军规标准，可以承受震动、冲击以及剧烈温度变化的环境测试。而在安全性上 ，ExpertBook P5 也是 Windows 11 Secured Core PC 支援 DTPM。BIOS 则是通过 NIST， 也就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会订定的 BIOS 标准。更重要的是，华硕也承诺在 ExpertBook P5 上，他们会提供5年的 ASUS BIOS 以及驱动程序的更新支援。而在重量上，帮你实测 ExpertBook P5 单机大约 1.26 公斤，算是轻薄笔电的常规级距。不过，如果看上这台用上了3面金属的前提，在重量控制上就还算不错，带着出门找客户也不会有太大的重量压力。
搭配上原厂60瓦的 PD 充电器后，整组大约也只要 1.58 公斤，重量 OK 没问题。不过如果充电器可以换上小尺寸的 PD 会更加分。但这台有个加分项，就是它可以支援 Type C 35瓦快充，所以如果你的手机充电器支援 PD， 只要35瓦就可以启动充电，可以直接用手机的 PD 充电器帮笔电充电。接着看到 B 面，华硕 ExpertBook P5 采用雾面萤幕，有一定的抗反射效果。不过 B 面就是采用常规的塑胶框架的方案，但看上售价以及商用定位还算合理，毕竟这台也没有触控设计。此外，以商用的角度来看，塑胶框架其实也更有利于后勤维护，取下卡扣就可以把整片萤幕拿下来了。如果公司的 MIS 动手能力强，塑胶框架还是比较好处理。我自己大概最多10到15分钟内就可以解决，并且这台的结构强度也很好，实际按压 C 面也够扎实，没有为了轻薄牺牲强度。而在 L 接孔上，华硕这台所有的接孔几乎都塞在左侧，让办公时需要的右手滑鼠空间不受干扰。另外，虽然轻薄机型空间有限，但这台的接孔也给得够完整，包括配置了2个最高可以达40 Gbps 的 Thunderbolt 4 USB-C 接孔，2孔也都支援影像输出以及最高60瓦的 PD 充电，还有个 HDMI 2.1 接孔，直色是18 Gbps 协议，最高可以输出 4K 60的画面。接着是个 USB-A， 还有一个 3.5mm 音讯接孔。右侧就有商用必备的防盗插槽，还有一个 USB-A。所以整台看下来，总共有2个 A、2个 C， 还有一个 HDMI， 以文书来说非常够用。我们就接着来看下一个重点，萤幕。这台的萤幕规格跟机器定位相同，完全商务取向。ExpertBook P5 采用了一块14寸2560×1600官方标 2.5K 的 LCD 萤幕，最大的亮点就是拥有144赫兹的超高萤幕更新率，拿来文书滑网页的确比60赫兹明显更加流畅，算是相对有诚意的规格。我自己是已经完全离不开高更新率的啦。再看一些文件，或是单纯看看脸书，144赫兹的拖影明显比60赫兹更少，在快速浏览之下也比较不容易头晕。不过如果你平常主要在外，更需要续航表现，也还没被高更新率宠坏，那的确也可以在手定设定里调回60赫兹，算是一反常态的建议。不过没必要的话，还是维持144赫兹即可。另外，这台的萤幕比例也是更实用的16:10，16:10相比传统的16:9，主要还用在上下的显示面积更多，做文书的时候显示的画面更多，所以不管你是做 Word 还是 Excel 报表，可以看到的内容就会比16:9更多，并且分割成左右画面的情境下，两边的视窗高度也更足够，甚至偶尔需要修图、剪辑这些场景，16:10也都是直接多一整排工具列，所以现在都建议优先选16:10的笔电了，真的是明显更加好用。而在显示效果上，直接来实测萤幕表现，我们这边也拿出总价1万美金的设备和软体实际测量萤幕表现。经过帮你实测 ，ExpertBook P5 这块萤幕在原生色域覆盖上可以达到 99.2% 的 sRGB， 以及 78.8% 的 P3 色域覆盖，如官方标示会是一块 sRGB 萤幕。而在色准上 ，ExpertBook P5 在 sRGB 之下平均都台3.75，这个数字我们会希望达到小于2才算足够准确。所以这个结果我可以看到，这块萤幕没有特别出厂校正，修图就会需要额外校正。而在亮度表现上，我们实测室内100%显示面积下，最大亮度可以达到440尼特上下。那这个数字怎么看呢？常态标准来说，家中灯光通常调到不刺眼的程度会是150到200尼特，亮一点的办公室普遍250到300就够亮。那400多尼特大概是坐在办公室窗边够用的程度，以 LCD 来说会是常规中上的表现。我们接着往下看，我觉得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ExpertBook P5 既然身为商用的一员，你觉得它会搭载脸部辨识还是指纹辨识呢？3、2、1，答案揭晓，当然是小朋友才做选择，我全部都要。没错，这台指纹、脸部都有，速度也没问题，2种方案都给，可以看公司政策自由切换。上方的视讯镜头也有实体遮罩、物理防偷拍，并且这组镜头也支援了智慧侦测。例如，你们在看萤幕的时候，它就会自动把萤幕调暗做到省电；又或者当你离开座位，它就会自动锁定萤幕；然后当你走回来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点亮萤幕，接着透过脸部辨识完成解锁，一气呵成。接着我们看到 C 面，华硕这次采用了方到彻底的巧克力键盘以及大尺寸触控板，大就是好用，并且也可以开启智慧手势，滑动3个侧边就可以调整音量、亮度、
影片时间轴，比较怕误触的朋友也可以在 MyASUS 里直接关闭。此外，这台也是 Copilot Plus PC 的一员，除了拥有 Copilot 按键之外，等待微软更新之后，这台也可以直接支援 Windows 内建的各种 AI 功能。比较特别的是，键盘快捷键这列有蓝色底线点缀，也有好用的快速关闭喇叭、关闭麦克风按钮。此外，你也可以在系统内找到 ASUS Expert Widget 这个商用专用的软体，你就可以客制化 F10 和 F11这两个按键要做什么，像是直接开 Excel、开特定资料夹，又或是一键开启你们公司常用的工作软体、ERP、内部资料、内部系统等等。而在键盘上 ，ExpertBook P5 搭配的是 1.5mm 键程的键盘，手感上会是薄膜偏软，长时间打字比较不会酸。不过目前用一阵子下来，还是觉得这组键盘声音略大，感觉下一代可以调一下谐音设计。接着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大家最关心的效能测试吧。这次帮你测试的是 ExpertBook P5 搭载 Intel Core Ultra 7处理器 258V 的版本，采用全新设计的4个 P Core 加4个 E Core 组成8核心8指营序架构，并且是以台积电 N3B 工艺所打造，也是这次能耗表现大幅提升的原因之一。并且这个处理器也内建了 Intel Arc 140V 的内显，相较起过往疲弱的内显，现在敢挂上 Intel Arc 肯定是有点料啊。Arc 140V 除了采用全新 Xe2 架构，内建了8个 Xe Core， 可以提供最高64 TOPS 的算力之外，拿来创作、修图，甚至你主管突然要你 crossover 斜杠下短片剪辑也没问题的程度。甚至，虽然说游戏绝对不是这台笔电的目标用户，但是我们随意跑一下 LoL 英雄联盟，在 1080P 最高画质之下，居然直接跑出了平均176帧的成绩。甚至再随便跑个被誉为效能测试软体的 3A 游戏大作2077，在 1080P 低画质之下，居然也有平均68帧的成绩，完全可玩。这次 Intel 不只是内显给力，驱动也终于给力。如果你想要详细了解关于 200V 系列的更多细节，等一下也可以前往我们的 Zenbook S14 这支影片。接着，我们再次把 ExpertBook P5 拆开，带大家来看内部。可以看到 P5 整体内在还是紧凑，不过因为主要的目标用户会是商务办公取向，所以在散热上就是单风扇加单热管的设计，相对保守。虽然 200V 本身的确不太热，但因为只有单边风扇，所以如果你同时插着充电，又长时间用下来，没有风扇这侧还是会微微温热。但有一件事情是不变的，就是 ExpertBook P5 在日常使用下极度安静。你就算是重度使用这个风扇，也就是背景噪音中的背景噪音。就算我们效能全开来跑 3D Mark 压力测试，风扇的最大噪音也就是44分贝，非常安静，绝对比90%以上的办公室还要安静了。不过有点意外的是，华硕在 P5 上居然只塞了63瓦时的电池，这点真的是略微保守了。但说真的，200V 搭配上63瓦时的续航也是相当够用。实测纯文书使用 Windows 效能选最佳电源效率，风扇开标准，萤幕亮度70%上下，然后同时开15个以上的网页，加至少2个 Word 1个 Excel， 然后直接用 YouTube 听音乐。这样早上10点上班，中午休息1小时追剧，7点下班，重度文书还有20%上下的电，反正出门找客户绝对够用了啦。今年真的可以说是 X86 笔电最光荣的一年。在效能很不错的同时，居然还带来了超长续航。我自己也是疯狂在物色到底要换哪一台。不过话说回来，我觉得商用笔电还有一大看点，就是各种为了商用需求所开发的自家软体。这边就来介绍几个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第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先前有介绍华硕的商用笔电在 BIOS 里就可以进行硬体检测，不用进到系统，完全是 MIS 的检测神器啊！最棒的是，如果检测出有异常的地方，比如说我这边故意让触控板报错，你看左上角就会直接跳出 QR code， 然后直接扫 QR code 就可以直接针对问题点跟华硕的工程师报修。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对 MIS 很实用 ，ASUS Business Manager， 透过这个软体就可以直接锁定 USB 和 DVD 的功能，比如说 USB 设定成只可以读取不能储存，然后把时间锁定萤幕时间还有注册权限全部锁起来，轻松符合公司政策。然后也提供加密硬碟的设定。最棒的是，当使用者做任何重大操作，比如说安装软体的时候，系统就会快速建立系统还原点，让你更容易排错。第三个，来聊聊这是新的华硕独家 AI 软体，叫做 AI Expert Meet。
这个软体有5大功能，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叫做 AI 会议记录，比如说你在开 Google Meet 或是微软 Teams 会议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按下录音，它就会自动录制麦克风以及电脑的媒体声音。记得把音乐关掉，开会不要再听了。录制完成之后，你就可以让 AI 先帮你把整场会议的内容都转成逐字稿，然后辨识的品质很取决于讲话和对方麦克风的清晰度嘛。所以我的习惯就是请 AI 直接整理摘要给我，因为现在文字 AI 最强的就是上下文分析，缺那几个字、错几个字，其实不太会有大影响。那华硕也直接把这个功能做进来了，按这里就可以请 AI 把逐字稿整理成摘要，相当实用。第二个叫做 AI 翻译字幕，那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按下开启之后，系统就会把电脑中任何音讯进行翻译，不管你是在开会还是看外文演讲 ，AI 都会及时聆听，并且翻译成你指定的语言。目前主要有中、英、日、法、德、西、葡以及意大利语8种语言。最棒的是，你还可以绘出最近6个小时的翻译结果。最后一个叫做浮水印，我觉得蛮实用的。第一个叫做视讯浮水印，你可以把名片资讯设定好，设定好之后，你在视讯的时候就会显示在你设定好的位置，对方也可以直接扫 QR code 加你的 LINE 或是名片资讯等等。那另一个就是萤幕浮水印，这个也超级实用。如果你在开的是保密的会议，可以直接在画面上压满某某公司加 confidential 机密的文字，即使被盗录，也可以马上找出是哪里外流。还有几款 AI， 包括华硕近期主打的 AI 音讯降噪，在你开会的时候 ，AI 可以透过深度学习的模型，精准辨识你的声音，并且消除背景杂音，让通话时人讲话的声音更加清晰。比较特别的是，华硕这些 AI 功能几乎都是采用 Local AI 的设计，所以不需要经过云端运算，都可以做到笔电端的离线执行。软体讲完，看回来储存空间部分。ExpertBook P5 搭载的是 WD-SN5000S 1TB M.2 PCIe 4.0 SSD， 实测循序读写我放画面上。比较特别的是 ，P5 还提供了一个 M.2 230的扩充槽位，所以在采购的时候就可以跟华硕开你要的双槽规格，客制也更弹性。不过如果是我会希望预设都给2230，然后我自己再买2280比较好买。但以商用来说，应该大多数机器终其一生都不会有换 SSD 的问题，所以这个选择就相对合理。网卡部分采用了一张支援 WiFi 6E 的 Intel X211 网卡，经过实测可以成功连接上6 GHz 的频段。另外，身为 AIPC 处理器的一份子，这是 Intel Qualtra 200V 系列处理器，同样内建了专为 AI 运算而生的 NPU 处理器。所以你看，在系统管理员这边就可以看到 Intel AI Boost NPU 的栏位，这颗 NPU 本身就可以提供最高47 TOPS 的算力。而在充电测试中，帮你使用原厂随附的60瓦充电器实测，半个小时充满 42%，1个小时充满 77%， 充满 90%耗时1小时20分，最后的 10% 则是进入到慢速充电保护电池，完整充满耗时2小时19分。而在内建的外放喇叭上，这台用双扬声器设计，我们实测最大音量大约落在87分贝左右。实际的声音表现，以下帮你也提供一段实测供大家参考。好了，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这集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帮大家把所有重点都详细测完了。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帮你，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